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腊八粥。腊月初八这一天呢，通常我们得喝腊八粥，实际上就是八宝粥。古时候呢，主要就是红小豆和糯米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生活非常富裕，五谷杂粮什么都有，所以我们加入了很多其他的五谷杂粮，这样呢煮出来的粥热气腾腾，真是有营养，又确实可以增福增寿啊。我这次做的八宝粥呢，用了原粒的大米、糯米，也就是江米，这个白米和江米还有黑米，这三种米是必须要用到的，煮出来也很粘稠，很好喝，又有营养啊。然后呢，我又用了一些薏米，薏米呢是祛湿，这个除我们的体内的毒素非常有好处。然后我用了一些绿豆。绿豆可以解暑热，而且呢，冬季服用呢也非常好。红小豆、赤豆，它主要是添色和增加各种维生素的。黄豆，请您最好不要用，因为它煮不熟、煮不软，不太好熟，不太好吃。一般我们不放黄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放一些红枣，这种干红枣比较好一些，比较大一些的。还有这种板栗，这种栗子最好先煮熟它。然后是这种山核桃，我放了一些山核桃，都是非常有营养的。还有就是止咳化痰的干百合，它通常在我们煮粥的时候要用。好，我们需要大米，原粒最好是这种原粒大米100克，糯米也叫江米80克，薏米50克，黄豆呢最好不放。如果您要喜欢吃黄豆，也可以煮软它，提前泡一泡。我们可以放30克的黄豆，赤小豆、红小豆放50克，稍微多一点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放一些绿豆30克，不要多放，因为我们是冬天，我们不用放很多的绿豆啊。黑米放50克，大家看我用秤称非常精确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为什么要用秤称它一下了。然后呢，我放红枣9个，因为中医讲我们吃这个红枣一天不要超过9个，你放9个就可以了。25克，我摇了摇，大概9个或10个25克。山核桃我放了25克的山核桃。好，栗子呢，我们凉水下锅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煮开，煮一煮，然后你也可以放生栗子，一般不超过3个大的生栗子就可以了。我为什么要称一称呢？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一会儿称完之后，我们用量杯一量，您就知道我们应该和水的比例是多少了。好，干百合我放了35克的干百合，它对我们润肺止咳是特别有益处的。这个干百合啊，好了，下面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食材全都放在桌子上，让大家看一看。然后我把所有的米和豆类都倒进这个量杯当中，好，请大家观察观察，大家会发现，哎，我今天刚才为什么称重啊？因为我刚好2杯，刚好整2杯的这些五谷杂粮。然后我们把这些倒进高压锅当中。您要煮出恰到好处粘稠的八宝粥，必须注意这些食材和水的比例是1比5。好了，下步我们先淘洗，用水啊充分的淘洗这些食材。至少3遍以上，然后我们把红枣去核，把核去掉，放进去。好，接下来把山核桃掰碎一点放入，要不它煮熟了以后膨胀的非常大，吃起来不太好吃。好了，百合我们也洗干净放进去。好，所有的五谷杂粮都放入锅中之后，
我们现在要兑水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1:5的比例，也就是说，刚才我是2杯的五谷杂粮，现在我要倒10杯水，啊，倒10杯。我这一杯是一个大量杯是2 cup， 所以我要倒5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放入煮好的栗子或者生栗子都可以，最多不要超过3个，太多了不太好吃啊。这些都是调一下它的味道而已。好了，然后我们盖好锅盖，压上阀，然后我们点火，大火让它上气。一般需要15分钟，这么一半锅的这个水，我们需要大概15分钟以上啊。然后上气以后，直到您听到还是大火，直到您听到它出大气、呲大气的声音了。好，大家听到这就是出大气了，这种呲大气的，这时候我们再转成中小火，不要太小，让它保持在这个呲小气，但不是大气就可以了。中小火，好，您看我拧到中小火，然后要这样持续35分钟，最多不超过40分钟。好，我们打开高压锅，哇，您看看，真是热气腾腾，香意四射，满屋子都是香气呀！哎呦，等不及了！您看它还自己还小小的开着锅呢。好了，我们用勺子把它来回的搅拌搅拌，有的地方比较粘稠，因为有糯米啊，稍微搅拌搅拌，然后就可以盛到碗中。如果您加上1、2勺红糖，那味道更香甜。好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